Hello， 兄弟们，欢迎回到主任的科技屋。本期视频我们将继续对剩余的3款 AI 换脸工具进行一个打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内容，请点击这里去看上一期的视频。如果你也对 AI 工具或是前沿科技资讯感兴趣的话，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吧。OK， 上一期我们讲了3款这个 AI 换脸的工具啊，今天我们继续讲第4款 Swipe Face。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介绍的很凶悍啊，最轻量级的、超像、超现实的、实时的。用它的好处呢，就是简单易用、私密性，然后一个经济实惠，还有一个高性能。它只支持 Windows 版本啊，然后它是一个付费的软件，并没有开源啊。可以看到对我们的 Windows 系统有一些要求，硬件上有一些要求啊。OK。我们直接下载 Windows 版本进行体验。OK， 进入到我们的应用以后啊，可以看到它支持这个流式的换脸啊，摄像头的一个输入，然后呢还支持 Video 啊视频和图片的一个换脸，然后可以看到它一个收费标准，免费的用户有水印，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个10张图、10张视频、10张流式的图片的换脸啊。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先拿这个图片来试试啊，我们还是拿彦祖的这张照片。好，很快速的、很迅速的识别了出来3个人脸，非常高效。然后这块是需要我们上传自己的图片，那么我们也是给它这个万年不变的这张图。上传以后，我们直接进行换脸啊，这块也是1对1的，然后直接点击啊，这块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模式啊，但是其他模式是需要收费的啊，我们只能用这个 Hybrid Mode。我们直接点击转换啊，它提示你的已经 out of credit 啊，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水印版本啊，因为是免费账户。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我们已经转换完成了。怎么说呢？效果应该比那个 Reface 要好一些啊，我个人感觉啊。那个直接给我转成了一个囧字啊，点击这个 download 就可以去下载，很简单。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视频，它默认给了4个，那这里我们也不准备了，直接试一下这个小李子啊，我们换这个小李子，然后还是用这张图片，我们直接点击 start 开始转换。OK， 已经转换完成了，我们打开看一看效果。怎么说？感觉还可以啊，就是分辨率稍微有点差，可能是这个视频的原因啊。这视频本身分辨率也不高。好，我们再试几张图片啊。我们还是拿这个之前我们生成过的这几张图来试一下。OK， 我们看一下，因为这张图我们之前在这个 Insight Face 已经生成过了。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没有 Insight Face 的那样更像我，就是因为我用的输入都是同一种嘛，感觉它更自然一些。OK， 这款 Swipe Face 呢，我综合的推荐指数给一个3颗星啊，因为它这个上手非常简单啊，基本等于是傻瓜式操作了。然后效果呢也还可以啊，但是它的这个功能多样性稍微有一点少，可调的参数比较少。对于这种新手小白还是比较友好的。好的，我们第5款的这个 AI 换脸工具是这个 Face Swipe 啊。Face Swipe 呢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并且开源的多平台的一个AI 工具啊，它是基于这个 Python 的 TensorFlow 深度学习。那既然是开源的，我们就去 GitHub 去看一下。好，我们来到它的这个 GitHub 上，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直有更新的。在这个 Setup 这块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 的。对于 N 卡的来说，我们是需要有这个 CUDA 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模式，然后对于 A 卡来说，它是通过这个 DirectML，Linux 是这个 ROC 啊。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安装啊，直接进入到这个 GitHub 这个 Release， 可以看到这个 Windows 的和 Linux、Mac 的一个安装包的说明啊。然后 Windows 它做了一个安装包的 EXE， 对于 Linux 和 Mac 来说，它都是一个脚本啊，非常方便。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Windows 有这个独立显卡，Mac 可能跑模型的话可能有点吃力，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Windows 来做演示。
然后我们下载完这个安装包之后呢，点击下一步，这块需要我们选择这个显卡的模式是 N 卡、A 卡，还是说单纯用这个 CPU 来做运算？那我们肯定是 N 卡。然后因为我这块之前已经下载过了，所以直接跟大家说有一些安装时的一些坑吧。就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它有可能失败下载失败原因是它这个 Face Swipe 这个项目地址是在这个 Git 上面的，一个是 Windows 要检查自己有没有 Git 环境，另一个就是这个下载地址可能需要这个外网加速那我们需要挂一些这个终端的代理那下载完之后直接运行，它是一个 Python 的一个 GUI 工具，直接在终端调起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功能是这个 extract train 和这个 convert。第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提供素材，然后它去从这个素材当中去提取人脸，它支持图片和视频，就是说它可以从视频当中去提取你的人脸。但是需要注意的话，就是镜头当中不要出现多张人脸，不然的话它会提取多张人脸，就会很麻烦。然后我们先在我们的输出文件夹里去创建这么几个文件夹。第一个就是你要换脸的这个输入，就是我这块就是我自己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出就是说它 extract 之后它所提取的这个人脸的目标路径。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提供你要换的那张脸的一个输入，并且也是一个输出它的这个人脸的一个目标路径。第三个就需要提供这个在我们训练完成之后一个模型的保存路径。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换脸完成之后的一个输出路径。将这些文件夹创建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开始我们的这个换脸了。直接是录了一段视频然后我直接给它一个 video 的一个输入源，然后输出选择这个我们的一个 output，OK，其他的不用改，我们直接点击 extract。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现在我这个机箱的这个风扇在疯狂的旋转。好的，这块已经跑完了，我们去到文件夹里看一下。可以看到我录了一个7秒长的视频它把所有视频当中出现的人脸已经都给我提取出来了，很方便。然后我们重复刚才的步骤，把我们要换的那张人脸也进行一个提取。这里我们提供的也是一个视频然后输出的路径需要给一个，然后还是点击这个 extract。OK， 提取完人脸以后，就可以进入我们正式的一个训练模型了。它这里建议我们是24小时，甚至是1周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然后它有2个输入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换到的那张脸，这个明星的这个脸Input B 呢，就是输入我们自己的脸就 OK 了。然后第3个就是这个模型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模型的文件夹 OK。然后是选择我们的一个训练模式，默认它是这个 Original， 但是 Original 这个分辨率比较低，所以建议大家选这个 H128这个。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每次训练的一个 batch size， 这个数值越大呢，就相当于我们每次训练的这个数据也就越大，它会消耗你更多的 GPU 的资源然后下面是一个训练终止的一个迭代次数。这默认是100万可以不用管。下面这个 input A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填的是一样的，还是填这个明星的。然后 input B 填我们自己的，然后它会有一个 time lapse 的一个输出我们给它创建一个文件夹。OK， 这个参数就到这儿了，下面都可以不用变。因为我这个训练集之前已经训练了12个小时了，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训练了一共是迭代次数是7万多次我们可以先点一下让它训练首先我这个训练的模型给的比较少，因为我这个2个视频每个视频只有200张图片，它建议你是500到5000个图片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有个几秒钟的视频，但它只能提取出来这么多图片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限制是有一点死啊。OK， 训练跑起来之后呢，大家需要关注右下角的这个，一个是总共的 total 的迭代次数，另一个就是这个 loss A 和 loss B 这个丢包啊，类似就是如果这个数值越低，说明你这个匹配程度也就越好。那么当换脸的时候，我们关注哪两个图呢？就主要就是这一侧和这一侧这两列的一个图片啊，就是 original 和 swipe， 这是 swipe original 这两列的图片啊。当大家看的就是说它左侧跟你实际这个人物的这个脸变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个就可以结束训练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可能是给的这个图片资源太少了，然后会导致我这两练了7万多次了，依旧是还有一些绿边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就是感觉我这个可能会失败啊。OK， 如果你觉得你的训练已经达到你的预期了，那么就可以点击这个 Convert， 然后呢，这个 Input 的这个选项呢，可以给它一个视频或者一个图片，但是必须要跟你输入的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资源跟图片是一致的，不然它就会报错。就是需要你给最开始的这个明星的这个视频 OK， 然后第二个输出呢，我们就给它一个这个 swipe output 这个文件夹，自己创建一个就好了。然后需要选择一个模型，那么我们训练7万多次的这个模型 Model V2 OK， 然后下面这个 plugins 默认是这个 AVG color， 我们需要选到这个 Match Haste OK， 然后 Write 默认是这个 OpenCV 啊，然后我们根据自己需求可以选择这个 FMPEG OK，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直接点 Convert， 然后去到那个文件夹里看一个结果输出就 OK 了 OK。看到已经成功了，我们去到文件夹里去看一眼。OK，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视频，点击来看一眼。跟我想的一样啊，旁边还有绿边，而且这个人脸基本上是不能看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我给的这个训练模型的这个视频的人脸的角度，包括视频的秒数太少了，然后只能提取200多张图片的一个视频，然后我这个训练模型已经训练了12个小时了，它最后的效果依旧是这么差劲啊！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毕竟时间也是成本啊。然后它这个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没有像就是网上大家传的那样就那么牛逼啊。我觉得这款软件有2个痛点啊，第一个就是它这个 training data 这个训练集的数量有点过于庞大了，它官方建议你至少每一面都需要500张图片，然后建议你是在这个1000到1万张图片的一个数量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花了10几个小时甚至1周啊，训练出了一个模型之后呢，这个模型实际换脸的时候，只能输入源还是我们最开始训练的那个 source video 或者是它的一个真源文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局限了，我训练出来这个模型又不能用在其他的换脸的视频上，所以这个太局限了。然后再就是它的一个原理，这个 training 的一个原理呢，针对于这个输入的这个人脸，我每次都通过这个编解码的这个算法生成一张新的脸，然后再去跟这个输入源的这个脸进行对比。然后它会判断出来一个差异的权重值，就是我们在这个工具的右下角看到的那个 loss 值。首先它需要大量的这个 input face， 另外就是它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生成一张脸，再去跟原始的图片进行对比，并且这个生成脸的这个算法需要一个编解码的一个过程。编解码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耗时的一个操作。所以从原理来看，这款这个 AI 换脸工具的这个耗时方面确实是一个硬伤啊。所以我最终给出的一个推荐指数是2颗星啊，因为
刚才说了它2个痛点，但是呢，它的优点其实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它有很多专业的参数可以调整。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一款开源免费的一款 AI 换脸工具。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它的缺点远远要大于它的这个优点。反正对于我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说，它这2个痛点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好的，最后一款 AI 换脸的工具叫做 DeepFace Live。DeepFace Live 呢，主打一个实时换脸啊和这个视频的换脸。你可以通过这个 DeepFace Live 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啊。官网也说了，超过95%的深度伪装的视频是通过这个 DeepFace Live 去创造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它是一款开源的工具，我们在 GitHub 上可以看到它是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的。然后直接点击这个 Windows 的下载地址，我们可以进行安装。OK， 安装完成以后啊，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我们直接打开它。看到它是一个 GUI 的一个页面，然后在这个文件源这一块，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然后输入一个我们的文件源，可以是视频格式，也可以是图片格式。我给它一组，它这所有的这个面板，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开启，然后设备的话，默认都最好是选择这个独立显卡。它的换脸是有2种形式，一种是 Inset， 一种是 DFM。DFM 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这个模型去选择它默认支持的一些模型，包括这个成龙。如果我们在 DeepFace Live 训练了自己的模型以后，需要放到它这个模型的目录文件夹里啊，那这里我们就不进行这个模型的演示了，然后直接进行这个图片的演示，这个 Inset 模式。这个地方它会默认有一些领导人的脸，还有一些像这个埃隆·马斯克，然后我也是把自己的这个脸加了进去。我们先换一个马斯克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点击运行，然后左下角这个我们这个图片它会进行面部的一个识别。好，可以看到这个右侧我们是已经变到马斯克了，然后这里我们随时可以暂停啊，然后我们可以一张一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违和感。这是图片的一个换脸，那么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视频的，所以我们找到Face Live 当中的那个视频，这是一个小李子，然后呢，我们把它换到成我们自己的脸。OK， 点击运行。可以看到已经把我们的脸换了过去。在右侧这个视频流输出这块，我们如果开启了之后，可以选择这个窗口展示，并且可以把这个关键帧保存到相应的路径里啊。我们点击窗口展示，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换脸的一个对比图每一帧的一个效果，感觉还是很自然的。可能我给的这张图片这个分辨率有一些低了。OK， 这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换脸，它还有一个模式是这个摄像头这里我需要先关一下这个 OBS 的这个摄像头。OK， 我关掉以后，在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摄像头OK，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摄像头已经出来了，这个绿幕暴露了，然后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实时的一个换脸，还是以这个马斯克为例子吧。可以看到1秒钟就给我换出来了。我们点击窗口展示 ，Hello， 有一些延迟啊，这摄像头有一些延迟。还是很像的。OK， 最后这款 DeepFace Live 呢，我推荐指数给一个4颗星，因为它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图像的
清晰度还是分辨率不够啊，所以这块扣了一点点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直播的需求的话，这种视频流的需求的话，它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这个换脸模式支持2种啊，一种是这个纯图片的，一种是这个模型，就是说它的可玩性很高啊，而且还有很多参数，我在这个影片里没有给大家具体的介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总体来说，我使用这款软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 AI 换脸工具对比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对 AI 工具或是科技资讯感兴趣的话，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